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币安跟欧易交易所到底是哪个好的话题。当然，这里要从很多个方面分析哦。首先，大家想到的第一个肯定是资金方面问题，它是否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其次就是页面操作是不是非常的友好，接下来就是它的功能有哪些，比如现货交易、活跃交易、期权杠杆交易等等是否全面，再然后就是交易费率哪个更少，最后就是是否存在割韭菜的情况，比如说币种上架的审核力度强不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两个交易所的资金是否安全。那么如今到交易所最关键的就是资金是否有问题。2022年到2023年 FTX 暴雷的事情，很多币圈的人应该都知道啊，320亿美元归零，很多人充值到交易所的钱无法提取，从而导致了很多严重的币圈信任的危机，特别是中心化交易所，而欧易和币安都属于中心化交易所，因此资金安全就变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储备金的概念。中心化交易所的储备金概念是指就是该交易所在运营的过程中，为了对用户的提款需求和交易所流动性的需求，而在平台上保留的一定数量的数字资产。这些数字资产呢，可以包括加密货币，比如说比特币、以太坊等等，或者是法定货币，比如说美元、欧元等等。那么储备金在中心化交易所的运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币安跟欧易平台现在都可以查到一个储备金的啊，包括平台跟自己的都可以看得到。币安页面过后，鼠标往下面拉，这里可以看到关于我们产品、商业、服务。那我们可以看到服务在下面有个储备金证明，我们点击进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比特币的、USDT 的、以太坊的、BNB 的、Solana 的、FDUSD 的、瑞波币的、USDC 的，还有更多的信息也可以点击这里啊。在下面币安也有跟大家阐明什么是储备金证明，也就是当我们说储备金证明时，我们特别的是指我们为用户托管的那些资产，证明币安拥有覆盖我们所有的用户资产1:1的资金以及一系储备金。当用户存入一个比特币时，币安的储备至少增加一个比特币，这就好理解了啊。也就是当我们存一个比特币进去，币安的这个储备金至少要增加一个比特币，也就是最基本的保证1:1，要在这个平台上面交易所看得到，不能少于1:1的一个比例配备，以确保客户资金得到充分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包括币安公司持有的代币，公司持有的代币被保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账本上，以此可以证明币安以1:1的比例持有所有用户的资产以及一些储备资金。我们的资本结构中的债务为零，并且我们确保我们有一个应急的基金 AFU 基金，以对应极端的情况。现在平台都是比较透明的啊，每一个币种都会显示啊，比特币的比例100.45%，客户净余额有这么多比特币，币安钱包余额有这么多，交易平台的钱包、第三方托管的钱包、USDT 的比例都会显示很清楚。比如要查看报告，我们可以点开储备金证明报告，我们定期进行储备金证明审计，以确认你的资金是否安全，并在币安钱包中以1:1的方式持有。你看每个日期的都有啊，验证机制报告，点开我们都可以看到记录 ID 这些资产覆盖、账户代码、哈希值。此处使用一些缩写来表示资产类型，例如 BTC 等于客户净余额。你的资产信息，账户的总资产这么多，经验证的资产有这些币，净资产这些，验证的负债，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账号上是否负债，它都跟我们显示的一清二楚啊。验证时的总值，每一个币种它这一天验证的时候，我们的总值是多少。在下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啊，
储备证明报告不是实时资产的显示，所以它可能与你当前的资产技术不匹配，也就是说这一天做的验证跟我们的总资产也不匹配，因为它不是实时的，它只代表它，假如今天是2月13号验证的，那它这一些数据只代表2月13号这个数字，不代表我们明天看到的一个资产，所以这个就非常一目了然了啊，就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个状态。那这是币安的，我们欧易的也是一样，点开这上面更多储备金证明，点击一下就出来了啊。储备金证明这里也是欧易的，也是基本上平台他们的都差不多啊。欧易对平台上所有的账户资产均持有1:1的储备金，并定期发布储备金的证明报告，为平台资产带来更高透明度。你点击一下查看我的报告，这个跟我们刚才看的币安的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报告都有编号，加上日期，加上类型，点开强行我们就看得到我们的资产权益。这个下来小伙伴可以自行学习啊，很简单的。要查看它欧易平台的储备金资金，点开这里就可以看到欧易储备金率，验证日期东八区2025年1月4号9点钟。你要查看哪一天的，你也可以往下拉啊，这很多日期都可以查看。它这里还可以看到2022年的。那欧易的储备金这里也差不多啊，有 BTC、ETH、USDT、USDC、XRP、瑞波币，所以小伙伴们要看储备金的都可以在平台上面可以查到啊。那么小伙伴们在了解币安跟欧易平台上储备金过后，是不是更放心的使用币安的交易所？它的资金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现在币安也是 No.1 龙头老大。那么储备金在中心化交易所中的运营中起到了几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是提供流动性。中心化交易所的储备金可以用于支持交易所上的交易活动，确保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当用户进行交易的时候，交易所可以使用储备金来满足用户的买卖需求，从而确保交易的执行顺利进行。第二，应对提款需求。用户在中心化交易所进行交易后，可能会选择将其账户中的资产提到外部钱包或者银行账户，那么储备金就可以用来满足用户的提款需求，确保用户能够在需要时顺利提取他们的资产。第三，安全保障。储备金也是交易所为了应对潜在的风险而采取的一种安全措施。通过保留一定数量的资产作为储备，交易所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避免出现资金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币安跟欧易所的每个月基本上都有第三方的储备金审计报告，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资金和审计结果。从这点来看的话，这两个平台资金还是相对安全的啊，至少保证了你的资金的提取不受任何影响啊。因此从这点来看，两者都是没有太大问题和区别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对比哪个平台更好用，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用户页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币安的，币安这个是电脑端页面啊，大家可以看到从左边往右边看一个币安的一个 logo， 一键买币、行情交易、活跃理财广场、更多，这里面所有的项目都有啊。这里就是一个查询，你要搜寻什么可以这里点开，这里是充值，这里就是个人资料的一个账号信息，这个是钱包，这个就是一个通知信息通知，这个就是二维码下载的分享的，这个就是语言选择，像个小地球，这里这个就是一个晚间跟白天的一个变更啊。最左边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房子的一个总览资产、订单、奖励中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欧易的。其实欧易跟币安也一样啊，它欧易的标识从左边这里从左往右，也就是买币、发现、交易、金融、公链、支付、机构客户、新手学院、更多，这里也是收缩，都在同一个位置啊。这里一个资产管理，这里一个账户信息下载分享消息
帮助中心，这个是语言变更地球差不多啊。这基本上往下面滑，这个就是关于欧易全部的一些介绍，币安当然也有关于他们的。这下面大家都可以的看到社区关于我们产品商业服务所有的介绍，在这下面都可以来查看。其实对比页面过后呢，两者基本没有差异啊，里面的指标也都是非常齐全的。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页面啊，我们点开交易，就一个现货交易吧。这个是币安的，这里是交易对 BTC、USDC， 这个是价格。这是雷丁格图表，这个有这么多想卖以这些价格卖方，这下面绿色的是买方，这是在电脑端显示在左面哦，它的一个 K 线图就是在中间部分中上，这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交易的几个项目，一个是现货、全仓、逐仓、网格。是限价还是市价，止盈止损。这里的话就是查询你想要什么币种，这里的话就是最新成交、我的成交、市场波动，这些都有啊。这是币安的一个交易页面啊，我们看一下欧易的交易，也按现货来看吧。这个也差不多啊，只是这个 K 线图是显示的电脑端显示在左手面，当然这个可以自行调的啊，大小都可以往这边调的，大了就调小一点就可以了。中间这个订单表最新成交，那这里交易的项目跟币安的差不多啊，限价、市价、止盈止损。你限价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更改数量，你限成多少？现在的盘口价是96,115，我们想94000买入，我们就可以在这价格这里更改成94000就 OK 了。数量你要买多少？买一个，对吧？金额就94000，我们限价，直接要买入的话就挂单就好了，直接买入就可以了。所以两个交易面的这样看的话，功能也是真的没有什么任何差异啊，唯一的差异就是这个行情价是在左边还是右边还是在中间，这个倒是不关要紧啊，这个盘口对吧？刚才币安的是在最左边，欧易的电脑端看到的是在中间，就是这个位置盘口价跟 K 线图的位置不一样。还有这个交易工具，这个是在最右边，币安的这个是在中间区域部分，但是它的功能跟选项都是没多大差异的。那我们再来对一下活跃交易面，活跃交易面的 K 线图也在这里，跟现货差不多的啊。盘口在中间，交易的项目限价跟市价、止盈止损，交易项目交易选项在最右边。我们再看一下币安的永续活跃交易页面，我们看到这里是 BTC、USDT 永续活跃的一个交易面啊，这个就跟欧一样了。K 线图，这个交易详情页的一个盘口在这里，这个交易项目限价、止价、限价、止损、止盈。跟我们的欧易一模一样了啊。那从这三个页面对比呢，其实我们都发现了两者的差异都并不大，关键就看我们自己觉得哪个顺眼一点，用的比较习惯一点。其他的交易差异的话就比较小了，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了啊。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币安跟欧易的账户，可以点击我的视频下方简介的更多展开。第二个就是币安交易所，第三个就是欧易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我们直接点击进行注册就 OK 了啊。使用我的链接来进行注册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在后续的交易中永久享受20%的一个手续费优惠，这也会给我们节省非常可观的一笔费用啊。只要点开强哥的链接，填上我们的邀请码 TBNL8Q68，永久享受20%的手续费交易优惠啊。重要的事情说3遍。那么接下来资金安全了，并且用户的体验你也对比好了，最后呢就是哪个交易所的费率更低了，每笔交易都会收取一定的手续费，因此这个也是大家选择交易所的一个重要对比项。
那么大家交易最多的呢，无非就是现货和活约，所以我们主要看这两个方面的手续费的对比。我们先来看一下币安的手续费规则，这里是普通用户定义30天内现货交易额低于100万美金，吃单跟挂单都是1/1000的一个手续费。什么是吃单？很简单啊，也就是我们现在以这个行情价格9万6直接买入或者卖出，那就叫吃单。什么叫挂单？挂单就是你按自己想要买进或者卖出的价格限定委托给平台，比如说现在是95979，我现成9万7卖出去，挂在这个平台，这就叫挂单。所以它两个的手续费都是一样的啊，1/1000。当然你如果使用这个 BNB 做手续费的代扣的话，还可以优惠，也就是你可以享受7.5%的一个手续费。那我们再看一下 OE 的手续费，那这里是 OE 的普通用户的手续费就有所不同了啊，它这里也是差不多吧。普通用户挂单手续费跟吃单手续费，它会比币安低了一些啊，币安都是1/1000， OE 呢，它挂单是8%，吃单手续费也是1/1000。如果币安你使用的是 BNB 代扣手续费的话，则是比 OE 低啊，并且吃单和挂低都是同时低的。所以在手续费方面，如果我们都是普通用户，我觉得是选择币安交易所用 BNB 代扣是相对划算的啊。当然如果你持有一定 OKB 的，那么手续费也会相当于低的啊。比如你持有200个 OKB 的话，也基本是币安的折扣手续费了。这个时候就要看大家怎么来操作了啊，来降低这个手续费了。但是对于专业用户来说呢， OE 的手续费还是比较低的啊，特别是对于交易量比较大的用户，甚至可以做到零的挂单手续费啊。因此 OE 更适合是专业交易量大的用户啊。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两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于币安有 25% 的一个 BNB 代扣手续费的一个优惠，因此这点是币安相当有优势的啊。而专业的交易者呢，可能就适合 OE 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活跃的费率了，这块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模块啊。那这里我们也主要看普通用户啊，3-4天的一个成交量。我们主要是看什么？看 USDT 啊。USDT 的话，它的一个挂单跟持单，挂单是2%，持单是5%。同样的也可以使用 BNB 来进行代扣手续费啊，也就是可以打折啊。因此最终挂单是1/1.8， 4.05% 的一个费用啊，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啊。这是 USDC 的，都差不多啊，两者都是用了 BNB 打折，它的手续费都差不多。我们再看一下 OE 的了，那 OE 在没有任何优惠的前提下，30天的一个交易量，它的挂单跟持单都差不多的啊，跟币安，只不过币安呢可以使用 BNB 代扣优惠9折，而 OE 可以购买 OKB， 当买到200个以上，基本上就跟币安一样了啊。因此在这里就看大家怎么选了。整体对于普通用户而言的话，差距不大。像我们普通用户建议还是用币安，它可以用这个 BNB 来代扣手续费的话，额外优惠 25%， 再加上强哥的连接注册的话，又可以优惠到 20% 啊，终身享受的每一次交易手续费。这样的话就差不多有 40% 多了，算下来的话也可以给我们节省很多一个手续上面费用的钱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两者有哪些交易场景的功能差异。在交易功能场景方面呢，两者最基本的都是支持的啊，也没有什么差异。比如说现货交易、杠杆交易、活跃交易、期权交易、理财业务。不过币安呢有流动性的挖矿， OE 是没有的啊，就这点差异。但是 OE 的金融
理财业务也是类似的，差不多的啊。因此两者交易的场景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差异点就在于支持的币种。OE 和币安支持的交易币种呢都是不同的。其次呢，活跃交易支持币种也有所差异，因此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里。可能是有些币种你只能在币安上或者 OE 上，可能有些币种你只能在币安或者 OE 才能交易。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时拥有2个交易所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帮忙点个关注，开启小铃铛，谢谢你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